停止，别动！就在这一秒，把你手中的那些所谓的港口攻略通通扔进垃圾桶。听好了，同胞们、家人们，你们还在追寻那张旧表格，听着那些过时的专家建议吗？你们根本不知道，2026年的时钟每一滴响声回答，就是那把悬在你们头上的华盛顿镰刀上磨一次刀刃。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再普通的政策调整，还觉得等等看没关系，那我今天就必须撕掉这层温情脉脉的假象，把血淋淋的真相拍在你们脸上。如果你关掉这个视频，如果你错过了接下来的每一个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到2026年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张绿卡。你会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奋斗了几十年的美国梦，就像沙堡一样在海浪下崩塌。你的绿卡以前是通往自由的入场券，2026年后它就是一张随时可以作废，让你被遣返的定时炸弹。你的房子，华盛顿的税务陷阱已经挖好了，只要你一个操作不谨慎，你辛辛苦苦买的房产，最后可能只是在为国库打工。你的退休金，那些你以为万无一失的社会福利和退休储备，在新的审核铁律面前，随时会变成一张叠废纸。这不是吓唬你。我作为一名在美国摸爬滚打15年的移民和税务顾问，见过太多人因为一张表格填错，因为一个以为无力的心态幸亏心理，最后落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官僚主义的冰冷机器已经在运转，认知的防火墙正在把你包围。那些所谓的相关部门不会告诉你真相，他们只会看着你一步一步踩进陷阱，然后收割你的财富和身份。这是铁律。在2026年，只有看清了底层逻辑的人才能活下来。现在只有那些人就执行雷霆手段，斩断风险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园。这不是演习，是你们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如果你还继续麻木，如果你还觉得这不关你的事，那你就等着那个冰冷的移民局地板上哭泣吧。你们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2026年这是一场针对华裔社区的收割大戏。现场是临时起义，这是一场目击谋划已久的阳谋。为什么要等到2026年才收紧绞索？因为华盛顿的那些官僚们最擅长的就是温水煮青蛙。他们先用的缓冲期让你们解除戒备，让你们觉得政策也是这样，你们让继续往这个大陷阱里投入血汗钱。等到2026年，当所有权人都觉得大局已定时，他们猛地关上大门，这就叫关门打狗。你们回想一下2019年，肥胖的公共负担规则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还觉得那是最严时期。但我告诉你，跟2026年的新政比起来，2019年他们简直是小儿科，负担只是在试探你的底线，而2026年是要他们的命根子。当年的旧政只是问你有没有领过福利，现在的铁律是直接翻开你的档案，用大数据扫描你过去的5年每一笔收入，每一张税表，甚至是你给家里寄的每一分钱。这不是在审核你的资格，在定点说明。他们利用移民局和税务局的双绞索，已经把梯步放到了你家门口。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的官僚们，根本不在乎你为了那张绿卡熬了多少通宵，也不在乎你为了身份跟家人分离了多少年。在他们眼里，你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抹去的数字，是一个随时可以收割的财富节点。这就是变态版的新政。他不再讲什么人情，不再有任何模糊地带，只有非黑即白，只有必须执行的铁律。如果你还停在2019年的老黄历来看现在的局势，你就是那个已经被投入滚水里的青蛙，还是那个做着美国梦。西边保卫局的背后是认知，他们就是要让你在信息差中盲目，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中雷区。为什么官僚主义这么狂妄？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不敢反抗，你们麻木，知道你们只是躲在舒适区里瑟瑟发抖。同胞们、家人们，清醒一点吧！华盛顿的镰刀已经挥到了脖子上，2026年就是你命运的审判日。我决定撕开这层所谓的程序正义，让你们看看里面跳动的脏心脏。只看透了阳谋，你才有可能在保卫屠杀中活下来。这不是恐怖吓人，这是血淋淋的现实。那些还幻想着
也许会有转机的人，最终的下场只有被这台冰冷的官僚机器彻底碾碎。我们要反击，首先要从打碎你的认知墙垒开始。别以为我是在给你们讲故事，这些故事里的每一点血迹都是源于彼此的无知和麻木留下的。如果你不听，下一个跪在移民局冰冷的地板上嚎啕大哭的人就是你。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刘阿姨的血泪史。刘阿姨在法拉盛辛苦了一辈子，为了给儿子攒下那点微薄的家底，她听信了所谓的热心肠邻居，去申请了那张被无数人视为福利、时风毒药的白卡。她以为那是政府的恩赐，以为那是华盛顿的仁慈。结果呢，2026年，当她满心欢喜地去提交绿卡延期申请时，遇到她的不是蓝色的批准书，而是一张冷冰冰的带着移民局212条款的拒绝信。墨西哥官员坐在那层厚厚的防弹玻璃后面，连头都没低，声音冷得像冰。你欺骗了美国政府。刘阿姨那双常年洗碗、布满老茧的手激动地颤着，她想解释，想求情，可迎接她2个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她瘫坐在移民局那冰冷刺骨的灰色地板上，周围是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的人群。那一刻，她才发现自己省下的那点医疗费，竟然被埋葬了她美国梦的最后一铲土。那天深夜，法拉盛案的地下室里，只有她绝望的哭声。这就是贪小便宜的代价，这就是无视铁律的下场。再看看张先生，他在加州开了一家小餐馆，起早贪黑，以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为了少交点税，他在申报1040表时自作聪明地隐瞒了一部分现金收入。他以为税务局没空管他，以为移民局和税务局互不通气，但他错了，彻底错了。2026年，华盛顿的数据网已经彻底合拢。当他准备为远在国内的老母亲申请团聚时，移民局的 I864 生活正在审核直接引爆了炸弹。税务数据和移民局档案实时比对，发现他的纳税额根本无法支撑他的生活水平。张先生收到了他彻底崩溃的通知，不仅绿卡面临中断，还要面临国税局的高额罚款和刑事调查。他看着尚未成年的孩子，看着哭成泪人的妻子，那一刻他明白，自己挖的每一个避税陷阱，最后都是给自己和家人准备好的坟墓。他在车里坐了整整1夜，烟头烫到了手指都没有反应。那是个天昏地陷的绝望。同胞们，家人们，这就是真相。华盛顿的镰刀不是在2026年才磨快的，他是矛头瞄准了你们这些有谋性心理的人。这只是一个局部的失误，只是一个所谓的都这么干的陋习，在2026年的铁律面前都是万不负的深渊。你们还要继续麻木吗？还觉得这些悲剧离你们很远吗？听好了，刘阿姨和张先生就是昨天的你们，而今天的你们如果不赶紧从那套过时的认知里跳出来，就是明天的他们。别再提什么相关部门而已，别再问我可能会怎样。在2026年，只有铁律，没有可能；只有生存，没有也许。收起你们那些投机取巧的小思维，把脑子里那些找个填填表可以过的垃圾逻辑给我通通扔掉。在2026年的数据铁笼面前，这种想法不是在办移民，而是给自己写起诉书。我说现在的逻辑变了，为什么以前行得通的路现在全是地雷？听好了，这就是华盛顿那些官僚们为什么最阴毒的逻辑深浅，数据并网，精准猎杀。您认为您手中的那张 I485 表格只是调整身份的申请吗？错，那是你亲手重组的一份认罪书。从2026年开始，这张表上的每一个勾选，每一处日期，都会被后台的人工智能系统瞬间与你的银行流水、你的社保记录，甚至你的社交媒体动态进行各级的比对。只要有一个丁点的逻辑断层，那等待你的就是冰冷的拒绝信和随之而来的爆炸令。更多让华人家庭半夜惊醒的表格，1040以前，你以为税务局和移民局是2个不通气的衙门，你以为在税表上耍点小聪明，瞒报点现金收入就是占了政府的便宜，你真是糊涂透顶。听好了，这是铁律，
在2026年的新政下 ，I864 表格已经变成了连接你财富与身份的死亡绞索。当你在 I864 上承诺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而你的1040表格上你是个低收入者，甚至还在领政府补助时，这就是逻辑自相矛盾。在移民官眼里，这不叫投影，这叫重度欺骗。你以为你省下的是税款，其实你搭进去的是全家人的未来。为了让你们这些还没有醒的人彻底看清眼前的深渊，我给你们列出这几条血淋淋的2026死亡红线。红线一，资产来源的逻辑真空。你的 I485 显示你的账户里突然多了几十万的说法，但你的纳税记录里却没有对应的任何收入来源。听好了，这在2026年就是洗白和预告陈述的铁证，必须当场拿捕。红线二，福利领取的时差陷阱。你以为2026年之前领的白卡2天没记录了，雷区就在这里，新政会回溯你的福利领取历史。只要你在预警时有1万的隐匿，那就是劫不复的雷区。红线三，身份维持的居住假象。你以为拥有绿卡每半年回来打个卡就没事了？华盛顿的镰刀正仔细搜查你的1040表并入关记录，只要发现你并没有在美国产生实际的税务贡献和生活统计，你的绿卡当场作废。那些所谓的老移民告诉你的那些经验，在2026年全是毒药。他们还在用那种民不举官不究的陈旧思维来恐吓你，让你觉得仅仅不出声就能躲过去，这是最邪恶的认知犯罪。官僚主义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躲在遮蔽里瑟瑟发抖不敢面对逻辑真相的人。他们不需要去抓你，只需要通过逻辑上的死循环，就能让你在法律的迷宫里活活困死。你还在纠结那几十块钱的申请费吗？你真正该担心的是，当你踩在这些逻辑红线时，你没有能力承受那血淋淋的教训。研究员们、家人们，看清这份由 I485、I864 和表格1040织成的巨网。这不是在审核你的资格，这是在考验你的认知。如果你还整合那套耍小聪明的逻辑，那你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了。因为2026年的铁律之下，没有任何幸运者可言。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更不是惶恐的时候。华盛顿的镰刀已经举到了你的脖子上，2026年的倒计时就在你耳边疯狂作响。收起你那些软弱的借口，收起你那些再等几天的幻想。我现在给你的不是建议，是保命，是在抗疫震惊海啸中保住你绿卡，保住你家产，保住你命根子的唯一生路。听好了，只有这一条路，没有退路。你必须拿出雷霆手段，执行以下3个步骤。听明白了吗？第一步，斩断，立即启动税务资产的外科手术。听好了，同胞们，如果你还在你的1040税表上玩火，现在就让我停下来。你必须立即联系你的账目，不是去咨询，而是去修改。如果你过去2年的收入申报和你的实际资产对不上，你必须在2026年的审查风暴全面来临之前，斩断那些见不得光的隐形收入。斩断贸易性，首次补税也比被永久拒签强10000倍。雷霆行动，把你海外那些乱七八糟没报过的账户，该注销的注销，该申报的申报。2026年的数据网上是不讲情面的。你以为你省钱了，其实你在买了通往活塞出境的单程票。必须确保你未来3年的纳税记录像白雪一样干净，能完美支撑你的生活水平，这是你活命的底牌。第二步，注销，亲手撕毁那张夺命的白卡。听好了，家人们，那些为了贪点小便宜听信谗言去领的所谓免费福利，现在就是你的催命符。不要问我能不能留着，我说必须注销，立即行动，就在今天，带上你的证件，去把那些不该领的医疗贫困、粮贴通通退掉，拿到注销证明。铁律在2026年的移民局新政面前，只要你还在系统里被标注为公共负担，你的绿卡就是废纸一张。注销，城市自费去买最贵的保险，也绝对不能再碰政府的1分钱。我们要的是身份，不是那几块钱的施舍。第三步，保留证据，打造你的认知雷达防火墙。听好了，官僚主义最怕的就是有备而来的人。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变成一个极其冷酷的证据收集器。
保留证据。所有的银行流水、每份雇佣合同、每一封必须封移民局的回信全部数字化，云端备份加物理备份。证据链条。2026年的审查是全面的，你必须能够立即拿出证据，证明你对这个国家有贡献，证明你是那个遵守法律、创造价值的人，整理出一份属于你的资产和身份安全档案。当那个面无表情的移民官问你问题时，你要能把一叠无表情可击的证明拍在桌子上，堵死他们的嘴。同胞们、家人们，这是你们最后的突围机会，这3步少走一步，你们就是在自掘坟墓。不要指望那些所谓的相关部门会大发慈悲，他们只认表格和数据，你必须比他们更冷酷、更专业、更有手段。我们要的不是讨饭吃的美国梦，我们要的是堂堂正正守住财富的美国生活。现在立刻去执行。走到这一步，如果你已经把我前面说的那些铁律和执行刻进了脑子里，那你已经跑赢了90%还在睡梦中的人了。但我要告诉你，这生存的开始，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节点，你要守住的不仅仅是那一张表格，不仅仅是那一点血汗钱，你真正要守住的是你的认知高地。那些官僚主义的镰刀总能精准地割到我们身上。为什么那些血淋淋的教训总是在华裔社区重复上演？为什么？因为太多人还是用旧世界的思维在看新世界的变局。你们总觉得只要低头干活，只要不惹事，那片乌云就不会飘到自己头上。那是自欺欺人。在2026年的铁律下面，平庸和麻木才是最大的罪过。官僚们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没有逻辑防线，只能听信谣言，在信息茧房里以堪堪的顺民。你要记住，在这个时代，信息差就是生死线。你掌握了真相，你就是规则的利用者；规则你失去了真相，你就是祭品。我在这里喊破嗓子，不是为了让你感到恐惧，而是为了让你在恐惧中生出力量，生出那样能看穿一切陷阱的洞察力。我们来美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再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贸易。如果因为我们的认知失踪，让这一切在2026年必然结束，那我们将是家族最大的罪人。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把那种找人代劳的软弱彻底扔掉。你必须优先去理解那些架构的底层逻辑，必须优先去征用你的每一笔财务流向。在这个冷酷的正经机器面前，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背负风险，除了你自己。我会一直在这里，做你们的守夜人。我会搜查华盛顿的每一个动作，撕开那些官僚公文里的每一个陷阱。我们要在这个迷雾重重的时代，联手筑起一座认知的长城。记住，只有强者才配拥有自由，只有聪明的人才配拥有未来。在2026年的风暴中，我们要做的不是躲避，而是迎着风暴，守住我们应得的一切。在这个信息爆炸却又充满逻辑陷阱的时代，看清真相是唯一的避险方式。订阅大咪解读不是为了听我讲故事，而是为了给自己配置一套看透世界底层逻辑的认知雷达。在未来的震惊迷雾认知雷达中，我会陪你一起剥茧抽丝，守住财富，更守住理性的光芒。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接下来变局发生时，你会是第一个看清真相的人。我们下期再见。